天赐降贵宝，滋养育新生，欢迎来到《天赐的声音》第6季，欢迎各位音乐合伙人。哇，看到了有新朋友加入哈，欢迎周传雄老师。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徐佳莹。大家好。张新成。大家好，大家好。周涵玉。玉言。大家好。哎，黄哥，那个黄子旁边那是谁啊？那个没认出来，那个是谁？这位新朋友介绍一下吧。这新朋友我都叫不出他名儿。这不是说上一季没拿金曲剪短发，怎么这嗨，一季这不是故意的，主要是要为了配黄子弘发。赖我，他自己头发剪毁了，在那儿。你还没介绍他呢。杨晓腾。啊？杨晓腾，你看。哎 Oh my 你是 god 真没认出。哇！我做的太成功了，不是，我一直在等。说明我这以前太淑女了，不是你短头发变化太大了，是吧？大家都认不出来我。你真剪了吗？还是啊？没有没有没有。好的，欢迎我们各位新的音乐合伙人来到我们这一期节目当中哈。因为是我们第2赛段的第1期，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短视频的一个新的规则。天赐的声音第6季第2赛段，6组音乐合伙人已经组队完成。首先进入先声夺人环节，请注意，本赛段短视频拍摄全面升级。每一期在原有的15秒短视频基础上，我们都将设定一个独特的关键词作为限定条件。而本期的关键词是艾特你的圈内好友，每组需邀请1位圈内好友共同参与短视频拍摄。那各位，接下来我们就一一来看各组的短视频吧。爱就爱了，不怕没来过，恨就恨了，我从没想过，到过的地方，熟悉曾经的模样。我以为忘了想念。而面对夕阳，希望你回到今天。你看，对啊，还举起来。哎呀哎呀！我记得碰你的脸，在双手之间安静地看你的眼。像昨天我也会有真的穿帮了，朋友们。就故意穿帮的。哇！还可以吗？还可以吗？真不错，很棒，真不错，耶！非常感谢郁可唯。而且这事儿特别临时，刚好问到可唯的时候，他说：“哎，明天我有那个演出，然后我也会很漂亮。”他说：“临时的也是可以的。”感谢感谢感谢郁可唯老师，谢谢，唱的真棒。随刘昊然。这么文艺，没接到。有一天能实现我们的语言。语言啊，第2个是预言，我的天哪！本人不知道，本人不知情。第2个那个没看天爱。啊，是天爱是吗？对张天爱哦。我第一时间想到就是小爱嘛，然后给他发信息，然后我说你今天有事儿吗？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看给我拍个视频吧。然后好，真的是好朋友，亲生的朋友。
然后浩然是你邀请的吧？对，因为就是前段时间我们俩特巧，我们俩刚好就在一个酒店，然后本来说约了晚上一块儿见个面吃个饭啥的，结果后来因为一些别的原因，最后没见成。既然咱们没见上面，那你过来听我唱歌吧。对，就这么来的，刚好有点错位感，遗憾。就之前有点遗憾，这次在视频里有弥补了啊，又合作上了。假如说钢铁磨成针，只要愿意等。这些都是我的好友。哦，他们已经在投票了。是不是就有这可能？有可能没投自己是吗？是心肠的人，可惜就算梦能成真，有谁猜得准能分到多少福分？生命的童话顺3带1，加倍，大佬救命，别急，有我。哎，怎么回事儿？大家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对呀，哎，所以当时共创的是不是要把我们所有人都连起来？对，来，这是谁的想法？是我们一起的想法。别装了，就是你的，看没看？其实是就是把我们的爱分给大家，然后也希望大家能爱我们。我们的爱一定给到你们，但我们的票绝对不会再投给你们。推开世界门，有人。卫生间。在门外把迟到的人。这啥意思啊？有一脚。他把人直抢走了。啊，大胆！左手的你，右手的你是？那你看就不能推我的呢？啊，这个好好笑哦！哦，所以你们邀请的好友是另一位是小刚老师。就是现在还是有很多年轻的朋友不知道小刚跟周传雄是同一个人嘛。对，所以但是另外一个人，对，当时小刚是因为我的小名，然后出道的时候那个公司找不到什么好名字，就用我的乳名，朋友都叫我小刚，你们都可以叫我小刚。好的，小刚。刚老师，谢谢。杨迪，哦，他来了。鸡蛋，朋友们。刚才那个模型道具其实也是我们这次自己做的。拍个视频做个模型，不是为了视频，就是我们为了我们的这个舞台，哦，舞台上会用到这个道具，对不对？对，把它用到极致。哇！妈呀！王爷在干什么？野哥看出来你不会跳舞了。哇，我们这是挑战，舞蹈挑战，对。到时候想着也可以在线上艾特一些好友来跳，艾特你圈内的好友，就是你未来艾特以后。对，也可以艾特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跟我们一起，别让爱掉落。哦，明白了。好嘞，现在我们6组都已经全部展现完毕了哈，接下来我们到了点赞环节了。因为我觉得他们的这个打开新思路啊，是一个很特别的一次这个创意。我喜欢动感的。我很喜欢那个最后就是，所以他就不能推我的喽。每一种声音都是天赐先生，鲜活情绪与你共鸣。在我们正式揭晓大家各位的排名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听粉丝留言。贺野给我的啊，哦，这是你的粉丝啊。他说：“愿你在音乐路上保持热爱，不断突破，未来福星会伴你走过每个精彩的瞬间。无论困难，都勇敢前行吧，我们永远在你身后。就像比最更好的我们里的歌词一样，我眼前的人是最好的人啊，我们都要成为最好的自己。”谢谢你，希望你能成为更好的自己。好，天赐骄阳瑰宝滋养音乐新生，接下来让我们来公布票数。来，我们先来看王鹤野和玉妍。鹤野在这一轮的视频里面卖力的跳舞，最终得到的赞数是3、2、1。
可以啊。兄弟，是不是啊？你俩有一个人没投，我真投了，我真投了。你不是投我吗？啊，我是上期投你啊。好，我们看了张新成和张靓颖，他们获得的点赞数是3、2、1。12点。新城新来的啊，不要深受打击啊。没事，一点打击没有。我们有2种早点唱，一个是一录节目的时候早点唱，一个是第2天的最早的时间唱。可以，我们的明天。这个形容非常恰当。主打一个心态好。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同花顺了哈。张碧晨、徐佳莹，3、1票2、 1赞1，2赞。刘宇宁、张含韵在你的身边，让我们先唱吧。 2、1，哦，1赞。 1票。谁投的？我们看黄子弘凡和姚小棠，3、2、1，哦，3赞。哦，兄弟，不好意思啊，兄弟，先不求了。你们同票。同票。 最后我们揭晓的是周传雄和王源为你们打开这一扇门，3赞。哦，所以目前排名第1的有3组音乐合伙人。接下来请3位派代表石头剪刀。刚哥，你别不服啊！我跟你说，我嘎厉害。石头剪刀布。哎，应该的，应该的，没法赢，没毛病。恭喜周传雄、王源。就是既然都拿了3票，我觉得都有点实力，你们就 battle 一下。来，石头剪刀布。征服了，又开始了。哎呦！不要打了，别打了，别打了。石头剪刀布。再见，哥们儿，你赢不了我。把这个咱们的东阳光鲜虫草礼盒交到对方手里。我选阿拉姐还有碧晨，来，有请碧晨和佳莹。谢谢。好的。 欢迎收看浙江卫视大型励志音乐节目《天赐的声音》第6季，我是陈奂，向每位热爱音乐的你问好，欢迎大家。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徐魏洲和他的乐队 Pro Me 献上我们《天赐的声音6》推广曲《风的色彩》。 燃烧，绚烂的来过就好。心跳紧跟着你的步调，就在一瞬间，迷雾都化解。 心在等待歌唱风的色彩，世界之外，日途通向未来。Here's the world life, where we're high in the sky， 就唱着歌让风吹来。Yeah, yeah, yeah。 笑，穿过这一片喧嚣，每一秒听见你心的语调，就在一瞬间，迷雾都化解。心在等待。歌唱风的色彩。
界之外，旅途通向未来。Feels so alive when we're high in the sky， 就唱着歌让风吹来。此刻寂静的站台，时间等风吹来，手心被你的温热覆盖，花在盛开，后心在等待歌唱风的色彩，世界之外，旅途通向未来。Feel so alive when we're high in the sky， 就唱着歌让风吹来。OK， 来，让我们全场掌声响起，送给乐队 Promi， 欢迎主唱许魏洲。大家好。欢迎贝斯手马继昭，吉他手艺兴，鼓手谢渊宇。这里要特别跟我们的许魏洲聊一聊哈。初见的时候是演员，再见的时候是赛车手，今天一见哇变歌手，哎，不敢当。几个好兄弟组了一个乐队，其实这对于一个男生来说是一件特别酷、特别了不起的事情。其实 Promi 这个名字起源于普罗米修斯，然后取了前面5个字母。普罗米修斯他把火种播种给人类，但是我们希望能把音乐自己喜欢的风格带给大家。然后这支乐队呢，其实也是我高中组的一支乐队的名字。所以真正对一样事物的热爱，他会一直坚持下去的。无论中间的身份或职业有几度的变化，但是真正热爱的音乐是一直在的。对，这样的身份转变对你来说，肯定是一个巨大的跨界了。意味着什么？我觉得更加珍惜，因为随着人生到不同的阶段吧。再往后可能再想摇滚起来，再想做乐队可能就来不及了，然后也没有这么多时间和精力了。所以这一次我就希望能够大家都玩得开心，所以就有了我们这支乐队。来，欢呼声送给 Promi， 感谢他们精彩演出。希望下一次再见面的时候有机会在舞台上跟我们音乐合伙人有音乐上的交流。谢谢各位，稍作休息。好了，此刻带着满满的能量，即将登上舞台的第一组音乐合伙人是王源、周传雄。加油！小刚老师，我是第一次见，但我在电视上见过很多次。我是听着您的歌长大的。我其实从小就听他的歌，所以对他声音很熟悉。小刚老师，他是一个非常热爱音乐的一个老师。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寂寞沙洲冷》这首歌。当记忆的线缠绕过往，支离破碎，是慌乱占据了心扉。有花儿伴着蝴蝶，鼓也可以双飞，夜深人静独徘徊。哇，王源见到他还蛮亲切，刚开始也担心说跟他聊不太来，然后跟他一聊，我觉得蛮聊得来的，就是我在他身上看到自己小时候的影子。
其实一直很想跟小刚老师合作。我也看到了，在我小时候就出现，还依然在唱歌的一个大哥哥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像推开世界的门，打开一扇新的窗户这种感觉。左手的你呀，右手的你呀，只记得花一扇，世界本该是你真实的模样。这首歌它的旋律很质朴，比较像民谣，可是呢，它里面有很真诚的那种感悟。推开世界的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哦。就是说人的一生中，可能不断的在尝试在推开那一道门。那道门后面的世界是什么，我们其实也不知道。那我当然走过的路比较多，推过的门比较多，就一直在推门。我觉得就是说门后的世界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以我的过来人的经历，我是觉得这一道门推开，不管你觉得是好是坏，对你都是会有成长。那些挫折可能在将来都是收获。所以这个歌我觉得很有意思，很有意义。推开世界的门，这个世界其实也还挺有意思的。一个是这个广阔的大世界，但有一个更小的世界，其实是自己内心的世界。这扇门就慢慢推吧，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门。在我的成长经历里面，因为我12、13岁就其实出来当艺人，包括去到北京，往回看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我在那个节点静悄悄地推开了那扇门，静悄悄地接受了这么多知识。所以这首歌的内核也很打动我。你那边是要假音还是真音？假音，我假音，那我也假音。好，你在唱高音的时候，从前面一个滑上去，因为你这样子突然点上去很危险嘛，对不对？如果你有点担心的话，你就滑上去，滑不到一点也没关系，就不会出错。是。然后那个高音的时候共鸣再捏紧一点，假音也好听。小刚老师对于音乐他懂非常非常多，他会跟我交流，就是我挺感动的。这次争取再拿一首金曲吧。推开世界的门，你是站在门外怕迟到的人，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吻过你的眼睛，就无畏的青春。推开世界的门，你是站在门外怕迟到的人，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吻过你的眼睛，就无畏的青春。左手的你呀，右手的你呀，只记得花一生，世界本该是你醒来的模样。左眼的悲伤，右眼的倔强，看起来都一样，原来你就是我自负的胆量。推开世界的门，你是站在门外最孤单的人，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路过你的时候，时间多残忍。左手的你呀，右手的你呀，只记得花衣裳，世界本该是你诚实的模样。左眼的悲伤，右眼的倔强，看起来都一样，原来你就是我走失的地方。
己的怀上。世界本该是你诚实的模样。年少的轻狂，迟暮的伤，都等着被他原谅。原来你就是我赎罪的渴望。年少的轻狂，迟暮的伤，都等着被他原谅。原来你就是我回去的地方。挺好听的，感觉台上有2个少年。2位第一次合作，对吗？对对对，你看跟年轻人在一起，你看显得年轻。我看到他就好像看到30年前的自己哦，就是对音乐那个执着的方向很真诚不变。然后我听他的歌声，他的歌声其实是很温暖、很真诚的那一种。对，其实从我很早很早，大概4、5岁的时候，其实就有听过小刚老师的歌了。真的，对，那个时候我爸妈带我去卡拉 OK， 我就已经听过小刚老师的歌了。哇！比如说这一首《青花》，可以有一个邀请，现场清唱几句《青花》吗？哦。紧紧握着青花，心无心守着承诺。离别总在失意中度过，记忆有高反复涂抹，无法愈合的伤口，你的回头画上了沉默。来，谢谢。好听，好听，好听。这首歌其实是我选的，因为我有一个天赐小曲库，然后当时得知有机会能够邀请到周传雄老师的时候，我就脑海里第一个画面就是这首歌。我也想在这首歌里面跟小刚老师交流交流，因为他推开的门比我多。哦，我人生推过无数的门，最难的那道门就是得了一个怪病啊。我用了尽各种方法，我也找不到原因，看过各种医生，做过各种检查，什么都不行。最后觉得说，不然我不做了，我就退休好了。因为那时候一写歌就瘦，一写歌就瘦。我想说，那就不做了吧。哎，不做了之后就开始长胖病就好了。我才了解，原来其实是自己的心态。人在成长的过程中，要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调整自己的心态。我看老子、庄子，读心理学的书，看哲学，慢慢去把自己修炼成一个我可以去抵抗自己身体的疾病，让自己更好，照顾自己更好，让自己更健康。这道门我推了好久。所以我觉得是不要害怕去推开人生的任何一道门。我觉得有的时候是推开一道厄运之门的时候，它会让你锻炼、淬炼你，让你更坚强。谢谢。我想问一下现场的观众，有没有此刻想跟我们分享你自己的心境的？来那边。各位老师好，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好。刚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脑子里一直有一个画面，是在我艺考的时候，我妈妈就是陪伴我去艺考。因为我妈妈之前她是唱豫剧的，但是可能就是小时候经济条件呀不够支持她一直走下去。我在继承了她一点点这个音乐天赋之后，被她发现了，她就是尝试着问我要不要去走音乐这条道路，然后也是我的坚持，我一直在互联网上分享自己唱歌的视频。今年年初的时候，被主办方邀请去到了悉尼歌剧院演出，然后我想，我作为一个河南的小镇姑娘，然后能够推开悉尼歌剧院这一扇世界舞台的门，对我来说是一种成长。那我的母亲、我的老师托举了我，那我现在作为一个老师的身份，我想去托举我的孩子们，推开他们自己梦想的门。我也会把今天汲取到的能量带给我的学生们。谢谢，谢谢，了不起了。
我觉得这首歌其实非常适合他们2位，可能是因为他们2个有一种莫名的羞涩感，但是这个歌讲的是要推开这个门，其实就是羞涩的人他要有勇气，要有勇气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这首歌我听的时候听到的更多的是勇气。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听你们的现场，让我很喜欢一开始小刚老师的声音娓娓道来，真的是印象中我们家小时候的那个小刚的卡带里面传出来的歌声，我就突然觉得好感动，你的歌声就让我有很多回忆。然后今天听完你们的版本，我心里出现的画面是一个晶莹剔透的水晶，但是里面有一颗小小的火焰，这就是你们的组合给我的感受。说得太好了，对，谢谢。对，我也觉得烧起来了。小刚老师的声音，其实在每一首歌里给我的感觉可能都不太一样。然后这一次给我的感觉就是温暖的阳光。我自己在家享受着百叶窗透过来的阳光，然后这个时候出现了一杯毫无杂质的纯净水，就是王源的声音，感觉非常通透，很干净。然后我喝了一口这个纯净水，哇！好解渴，就像听了这个声音以后，就觉得哇，好搭。我觉得好的作品其实就会给像我这样的观众朋友们带来不一样的画面感。谢谢。首先我想听一下2位的无伴奏原声。一上来就这么猛。推开世界的门，你是站在门外怕迟到的人，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吻过你的眼睛，就无畏的青春。我是觉得这首歌是咱们第5期的一个真正的开门红。圆儿，天赐的舞台特别适合你，因为你和每一个人搭的时候都有不同的化学反应。第3期你和坤哥搭那个老男孩，实际我也就快哭出来了。今天我实际也很感动，是不同的化学反应。而且这首歌的副歌并不好唱，2位的搭配完全特别完美。谢谢你们的表演，我特别喜欢。谢谢王老师，谢谢。小袁，我跟你说一下，你这一期进步最大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唱歌时候的动态，然后副歌的地方那个左手的你呀，哒哒哒你，这个你字，我觉得你可以听听，那就是小刚老师唱的。左手的你呀，右手的你呀，这个你是一定要把它点出来唱的，其他的你的情绪，包括你唱歌的动态凸显出来了。我觉得一个好的歌手真的一定要有动态，祝贺你。谢谢文老师，谢谢。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小刚、周传雄，送给王源，谢谢2位。接下来即将要登场的经典音乐人士黄子弘凡、姚小康，加油！1点，这个，它是对你来说，对，是一种新的尝试，就是打破了你的情歌的那个舒适圈嘛，对，对吧？它是一种突破，同时它是一种欢快的歌。这首歌 rap 的音色啊，副歌的一些旋律啊，就是一种夏天的感觉，青春活力，而同时呢又很潇洒，挺酷的这个。至于看不清、洗不清的盔甲，伤口进恍惚进入水流，想注定 rap 真的很难。自己之前唱的全是大情歌，但是在天赐的舞台，我也希望有一点更多不一样的东西，让观众感受到。这首歌，我觉得里边有一句“我的心还没停歇，跳动在你的季节里面”，就是我们唱这首歌的状态。你那天不是给我发消息，咱开辆车上去什么？对，我自己想象的画面啊，当时听到编曲的那一刻，我就觉得，我们俩应该是很悠闲，并且很享受生活的那种状态，坐在车里面，我们在自驾游的那种感觉。
我一直觉得这首歌就像开 party 那种感觉，就大家就是在狂欢。我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看完我们这舞台可以嗨起来。 rap 的词我尽可能背的多一点。夜里我们在高声歌唱，帮我把这破碎的生活给补救。不是我们输不起，夜晚哭不停，怎么想吃都还不够。这首歌难度就是它有很多比较快的一些 rap， 我唱过一小些的 rap， 但自己也没那么擅长。反正这首歌对于我来说也蛮挑战的，因为基本上80%都是 rap， 对，所以说就是还蛮期待我们的这一次的配合的。 飘荡在夜空里埋藏着，红着眼眶麻痹神经，两个人就这样相遇，同一片破碎星空里。沿楼下的公园里荡着秋千，聊些有的没的散步都前第一见他的时候，我们互相留恋，他笑得很甜，像空气新鲜，现在想起电话留下纪念，记录落魄的两人靠着互相依恋，同样失眠，同样眼睛欺骗，公园的长椅一直聊得疲我倦。们就再靠近一点，就再靠近一点点，我的心还没停歇跳动，在你季节里面风含着喜悦，过载的大脑体验多好的一夜，故事里新的起点。在卖掉坏掉的过去，那爱到的风吹过世界的一切都结束后，夜里我们在高声歌唱，帮我把这破碎的生活给补救。不是我们输不起，夜晚哭不停，怎么想吃都还不够，日复一日的循环，感觉非比寻常，被困同一间。哦，神经麻痹像触电，打破循环的触键，互相重复的灵魂，解开彼此的结，眼泪里不是我们在演，至于看不清、洗不清的愧疚，像苦尽荒芜型的水流，像注定的相遇，回首那不停在痊愈。我们就再靠近一点，就再靠近一点点，我的心还没停歇跳动，在你季节里面风含着喜悦，过载的大脑体验多好的一夜，故事里新的起点。靠近一点点，有着多少的细节藏在你的眼睛里面，再看你一眼，过分的疯狂迷恋，多好的一夜，故事里新的起点。想交换微信，要一起度过每天。喜欢你早上眉清，朦朦胧胧的睡眼。吵架了没有关系，每次成长的蜕变，每一次醒来见你的期待。我们相遇后就没有想过要离开，像坠入爱河深不见底，有种默契不需言语，像初次见面互相希望，再靠近对方我们就 Let's go。我们就再靠近一点，就再靠近一点点，我的心还没停歇。假装在你季节里面风含着喜悦，过载的大脑体验多好的一夜，故事里新的起点。我们就再靠近一点，就再靠近一点点，有着多少的细节藏在你的眼睛里面，再看你一眼，过分的疯狂迷恋，多好的一夜，故事里新的起点。我们就我们就我坏心了，我坏心了。哦，哇！这也太 happy 啦！今天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合作这个歌，大家也能感觉到，其实是非常欢快了嘛，对吧？然后而且
这首歌对于小唐而言是一次很新的尝试。对，而且这个妆造也改变了不止一点。但是我了解了，这首歌其实对于小唐来说，一开始心里还有点怵的，特别是里面有 rap 的部分。对，因为 rap 都是男生部分嘛，然后他当时说，哎呀，要不分给你一点，然后就苦练了一下。结果就是我在化妆的时候，然后我的化妆师说，一般。一般哦，到底一不一般？来，我们只是感受一下。在卖掉坏掉的过去，那爱到的风吹过世界的一切都结束后，夜里我们在高声歌唱，帮我把这破碎的生活给补救。心灵慢慢像触电，打破虚幻的初见愉悦，互相臣服的灵魂揭开彼此的结，眼泪淋不是我们的夜，至于看不清洗不清的愧疚，像口进花火进入水流，像注定的相遇回首，那不停在痊愈的危楼。哎呀！太不容易了，我现在知道。哎，你练成这样，你跟我说你不会唱，我唱了整首的 rap。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吗？推开了成年人的世界之后，发现全是这种。我觉得这个歌是好像两个人都没有在台上，至少这个舞台唱过这样的歌，对不对？对对对。我觉得其实这种舞台对于声音的稳定性和气息性是考验很大的，但是因为小唐本身他就极其稳定。所以他唱这种歌的时候就显得非常的轻松游刃有余，就那个感觉就很多人，我觉得小唐你真的不要再唱情歌了，你就要多唱这样的歌，对。我记得不久之前他还在对着我唱《只为你着迷》，现在就跟姚小棠说我想靠你近一点，爱看爱看。但我真的想说，今天我是全情投入的在这首歌的情绪里面，我觉得我太快乐了，整个过程我都很享受。然后黄子 rap 的时候会给我一种错觉，这是那天那个黄子吗？真的不一样，很喜欢，很快乐的一个表演。谢谢。我可能之前听这个歌的时候好像没那么的感冒，但是今天他俩唱这个，我特别喜欢这个歌，就是我真的想要跟一起舞动起来的。在间奏的时候，我真的期待你跑过来跟我们互动，我在那等着呢，快过来过来，我是站起来跟你们一块嗨。结果你没来，就很失望，我只能在这儿。然后唱的也非常好，我是会回去再听的一个版本，真的不错，喜欢。谢谢哥，谢谢哥，谢谢哥。其实刚刚有一瞬间我没觉得我在上班，其实我在觉得我是在释放我自己的压力，把自己身上的演出服卸掉之后肆无忌惮的感觉。其实这首歌的难度是很大的，编曲上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它的鼓基本上一直在变，然后这首歌的 flow 也一直在变，所以说能够让大家觉得很开心，其实这一点很难的。然后小唐，这是我第一次重新认识你，所以希望小唐接下来能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谢谢，谢谢野子。在第3期的时候，我曾经说过小唐，说你一直唱情歌，唱的我想睡觉。然后我说希望你能不能以后唱点什么快歌，我觉得特别好。你真的是一个我心中的唱歌小公主，在你这个年龄段中，好吧，真的做到了，做到了，做到了。谢谢，谢谢。这首歌的 rap 部分难度非常高，因为它的原版是一首模糊说唱，但是黄子其实是用字正腔圆的方式，然后把密度这么高的一段的说唱唱下来了。然后而且你的整一段的 rap 其实你都是保持在一个你的音准跟你的音高上面保持得非常好，然后我觉得非常厉害，非常厉害。谢谢陶老师，谢谢。就是说以我来说哈，就是我不敢相信，就是你们是第一次做这种音乐的。就我觉得对我们都比较陌生，就是接触的不多。我觉得你们好像是做的很熟的感觉，不管 rap。那小唐呢，在这个歌里面呢，展现了他声音里面的 sexy 妩媚有出来。然后黄子在这个歌里面呢，有自己的一个 rap 的一个腔调。然后更特别的是，这个歌整个歌的编曲非常厉害，非常好。做演唱会的时候最难就是能够把现场的那个 grooving 调动起来。这首歌就是从头到尾的铺陈，到最后整个做起来。包含你们的表演呢，非常好 ，perfect， 谢谢。既然小刚老师主动夸你们，我就要问一下小刚老师，待定金曲，你觉得会是？那当然是我们的啦。没有，言之有理。完了，怎么办？我圆一圆，我错了，我不是这样子啊。可以这么说，我圆一圆。
我觉得就像小刚老师说的，如果说这个待定金曲是我们的话，我们当然会很开心；但是如果待定金曲是你们的话，我们同样会很开心，因为我们听这首歌感受到了真正的开心。圆的还可以吗？说的太好了，太好了。所以此刻也要邀请我们建英团的5位老师现场合艺，给出本轮的待定金曲。我们现在就要 PK 了呀？对，他们就这样选。对。音乐购燃，自不摇鲜，开盖释放鲜活力，东阳光鲜虫草能量时刻。有请建英团揭晓待定金曲。经建英团一致合议，本轮的待定金曲为黄子弘凡、姚小棠1点。接下来我们要邀请下一组音乐合伙人了，让我们掌声欢迎王鹤野、语言，加油！最近行程真的太满了，又累又憔悴了，这可怎么办呀？爱歌迷当然要先照顾好自己，送你东阳光鲜虫草全新补给系列，采用 FD 宇航冻干锁鲜技术，保留更多活性成分，开盖即享，温和滋养无负担，日常也能轻松养生，长续航真滋养。真的太贴心了，健康才是最长情的告白。天赐的声音当然要配天赐的鲜活状态，我要以最饱满的样子回馈每一位支持我的朋友。对。预言，我是一个很关注你的人，在我心中是一个为舞台而生的人。我特别的佩服他，我觉得他很厉害。然后这次呢和他合作呢，其实在整个舞台上我会获得很多，我觉得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这次我们选的歌叫做《别让爱凋落》。这首歌它是一个比较写意的歌，旋律都非常的抓人，能戳到人心里。但是我们在编曲把俄语歌融合进来了。其实那首俄语歌呢，也是中文歌去添的俄语词，它是一个中式旋律，我觉得这两段旋律能融合在一起，首先它非常的巧妙，然后这里面运用了大量的弦乐，我觉得是服务于整个歌曲的氛围和他想讲的故事。这一段有一个和音嘛，然后你当时跟我说你能不能加一个美声的时候，我都傻了。对，其实说实话，我完全不会唱美声。我觉得你可以。你知道我的美声，我找老师学了3天。对。其实说实话，我内心是还挺不安的，但是我感觉这首歌真的适合，我就属于无所谓了，我就是这首歌就是要用美声，就是为了作品，还是再努力一下。我觉得很棒，这个舞台一定会获得今天的金曲。加油！今天王鹤也把话放这了，这歌一定是金曲。我没说啊，我没说，我没说，这不是我说的。朋友们，哥哥姐姐们啊。你这个得稍微离近点。老师刚才说让我尝试一下在这儿，再尝试一下，就多尝试几个距离。唱跳舞台对于我来讲是我的强项，但是站在这里安静唱歌还是跟唱跳有点不太一样的。我就是必须要以声音打动人，所以其实还是挺期待的。Serti maya, haya westmut paya, imisimit paya, kutat ni putaya。你曾像一束光，融化我的悲伤，炫耀过的幸福，后来成了打响我的巴掌。以前的回忆变成上瘾的痛，快乐的被你漠视，心被带走。无数个失去你的夜晚，我越向往越是爱。发了疯的想。
放弃没有道理可说，你还在原地拼凑打碎的梦。能不能再来爱我一次？就抱紧我，纠缠我，别让爱掉落。以前的回忆变成上瘾的痛，大家都被我没收，心被带走。无数个失去我的夜晚，你越向往越深爱，又发了疯的想。年年口答别提，年年口答必笑，答不答你不听，年年马公马上，寒冬一漂流不。你那天必须他，也别说吉他，多一个棒球耍完。My love， 请别让爱掉落，别吵醒我的梦。能不能继续纠缠我？孤独把我吞没，心快要被撕破，贪恋你温热的怀中。Let me say听爱哟，爱呀 Let me try 哟，一面心里快哟，可当你不太哟。Let me say听爱哟，一色给了你。真是有点帅了，这灯光。哦，今天这次哇，又有大突破，跟豫园合作，怎么俄文都说上了？必须的。其实它也是中文歌了，叫《以爱为球》。不过它被一个俄罗斯的歌手用俄语填词了之后，我觉得这两首歌无论从意境还是从和声走向，包括氛围，我觉得都差不多。所以呢，就把这两首歌做了一个 mix。哦，对，这样子吧，你还原一段给我们感受一下。咱们在场没有俄罗斯人对吗？没有的话就可以。你看他啊 ，With me, see all the 妈呀 ，With me, see all the 妈呀，就是这样。哎呀，为什么就要？一面是没为哦。哎呀，为什么妈呀？一面是没为哦。就他有很多那种。弹舌音，对，就卷舌音，搞不太好。这个我觉得交给雨宁展现一下，因为他在语言方面呢是贼有天赋的。Let me see a team my is sakura 一妞，不对，日语了，好像 sakura 了。兄弟们虽然不懂俄语，但懂东北话。你这个里边一上来 With me 是带点东北味儿啊！你这个一上来整的，因为有感觉，老铁，因为东北离俄罗斯近啊。啊！但我觉得它味道是正的，虽然我也不懂，但我觉得对。谢谢。刚刚我看到你台前跟贺野在对的时候，突然跑出去了，是干嘛去了？因为其实说实话，我很久没有在这么大的舞台上站桩了，我其实是很紧张的。所以我不想让这个舞台有瑕疵，我就想是能赶紧去开一个嗓，然后再蕊一蕊这方面的东西。主要是因为这首歌有我不太擅长的部分，是的，有一点点的美声，是的，我其实完全不会，然后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那我不管了，我也不管了，我就唱吧，我不也。其实我跟豫园合作就知道这个信儿之后，其实我有去科普它，因为这首歌是我自己来做嘛。其实，在写和声的时候，我纠结了好久，因为它这个整体氛围特别适合去唱两嗓子美声。啊，他当时给我的反馈其实是很犹豫的，但是我说豫园你一定可以，你看最后唱出来是不是效果也很棒？还需要进步，肯定还需要进步的。所以这个也要把掌声送给贺野，因为这个整个编曲是他来主导和完成的哈，真棒。
首先我听到这首歌，包括整个舞台，给我的感觉是像两个人相互救赎、相互拉彼此一把，然后相互纠缠的这样一个故事。我觉得很壮烈，然后很厚重，同时很震撼。谢谢。我觉得这个歌儿特别有那种，就是那种史诗感，就是很宏大的这个。然后我觉得这歌真的好难啊，听到后面就特别上头，上头之后，结果那个音乐啪戛然而止，我就跟那个安姐说，我说啊，这个歌就这么就结束了，因为我感觉好像还得再来一段的时候，会让我更就是听着更爽一点。但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听起来非常的嗨，非常的沉浸，整个人我就完全融在里边。那个灯光一打，我的天呐，就感觉像世界毁灭了，最后就剩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感觉两个人非常有信念，而且我觉得这歌真的很难唱，就是两个人都不在一个很舒适的区域里面，全都在真假音那个边缘一直在那擦擦擦擦擦，然后预言后面的那个，它整个全是用真声顶上去的，就是我自己听着我都会觉得我张嘴唱有点困难，就是那种感觉，而且预言在舞台上气场好强啊，他是我认为站在王鹤野边上就是第二个就感觉那个女王劲儿给他压制住的第二个人。第一个是谁？吉克隽逸。吉克是那种很猛烈的、很野性的、很热烈的那种、很奔放的那种感觉，然后预言是那种冷的，但是感觉外表冷但内心特别澎湃的那种感觉，太好看了！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放卡段，一定会过100万点赞，真的。众所周知，天赐是一个可以锐评的舞台。我觉得这次的舞台是一个不及格的舞台，然后鹤野可能你要负主要责任，因为这首歌它其实很难改编，它有一个非常强烈的 hook 那个旋律很上头，所以其实你做了很多解构跟消融的一些元素，然后你加入了 rap， 你加入了歌剧，还有摇滚，甚至你知道这首歌曲的 hook 是一个有异域风情的一个元素，所以你还加了一段俄语。可这么多元素加起的时候，我就觉得混乱，然后没有章法。我到了末段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在听什么东西了，包括那个小提琴进来，让我没办法进到这个歌曲状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说，用一个更简单的方式，比如做一个 disco funk 或者一个更单一的、更统一的一个元素去做。所以到后面，就真的不好意思，我 get 不到这首歌曲，就有点抱歉。鹤野这一段俄文是另外一首歌，对吗？对，其实是2首歌做一个 mix。对，所以我想跟小英解释一下，这个是我们在电子音乐里面常用的一种手法，叫做 mash up， 就是搅和。其实我们如果了解欧美的电子音乐的话 ，mash up 是一个经常去做的风格，会有一些很多的 mash up 的唱片，把一些金曲混在一起。所以我不认为这种编法有问题，它是一种历史非常悠久的，并且持续了很多年的一个编法。这个解决方案我觉得很好，所以我不认可小英说的。你的这次制作上的尝试，我觉得是非常值得鼓励的。我也在这个舞台上看过你的不少的改编了，这个改编我觉得非常大胆，并且很好。然后我们再说说预言的演唱，比如说，你越想忘越是爱，越发了疯的想，这种感情你没唱出来，就是这种疯狂的、沉浸式的感情。你其实是用一种很稳的拍子把它唱出来的，这种东西你更应该投入感情。这些非常小的细节，其实能够让整个的音乐高级，就是能够显示你们对音乐的这个理解的功力。是这样的，我觉得我可能跟老师想的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自己深知到我唱这首歌一定要把自己的感情带入进去。我在那个时候的感情其实是轻蔑的状态，我觉得我还没有到歇斯底里，但是我回去还是会慢慢消化。谢谢你们的点评。这个作品就整个表达这个爱情状态是非常血腥的，所以我们经常会把一个虐恋比喻成一场战争，所以到最后的那一段
mix 的部分，包括女生的花腔、小提琴，包括那个副歌 hook 那个唱，我觉得那个 mix 是没问题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战场上一定是有厮杀的声音，有哀嚎的声音，有哭泣的声音。我觉得这个是自洽的，这个逻辑是没问题的啊。我觉得你们俩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准备的时间有点少，没有把你们最想要的极致状态表现出来而已。这是在短时间之内完成这样的一个高难度作品是不容易的。首先来讲，我觉得这个制作是没问题的，鹤野。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事情。我明白这些东西加起来，您可能会觉得多，但是这确实是我在拿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做它的第一直觉。我觉得在我心里，我能够勇敢地迈出这一步，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没有错的。其实我完全可以不做这件事儿，但是我觉得我既然都来了，我有这样一个机会，我要试一下。总之，谢谢老师吧，谢谢。接下来再次把热情掌声送给预言，送给王鹤野。谢谢大家。来，请落座二位。接下来有请下一组竞演的音乐合伙人，让我们欢迎张碧晨、徐佳莹，加油！从知道你要来，我就开始各种狂轰滥炸导演组。我说我要跟他唱，我要跟他唱，我要跟他唱，我要跟他唱。哎呦，谢谢啦，这样有点害羞的。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又来了。我可以茫茫人海，千年一眼相遇，月光下转身，要就是你。上次来的时候玩得还蛮愉快的，这次跟不同的人可以一起唱歌，就很期待。我本来以为这歌是个比较小众的歌，但是我看了一下，也在不知不觉的角落里200万收藏了呢。没有小众的歌曲，只有迟到的听众。那些的信来尽不化，你不会剪去了长发，闪动如蝴蝶发起的信来尽不化。它这个是用闽南语唱，它连旋律其实都很像大部分的闽南语歌哦。然后你听起来就觉得有一个很温柔的人要开始讲一件什么事情了，这样子。就前面是说，你如果不爱我，你不会去剪长发。然后你下面是说，可是你如果有爱我，你不会这么冷漠。冷漠是两种，就是感觉在摘花瓣。你爱我，你不爱我；你爱我，你不爱我。然后最后就。心已麻，是的，他就是遗忘的单恋的那种感觉。你看，他就说等，他愿意等，到最后就算等不到，他也认了。生命的童话顺，底牌没有你。这首歌他把在感情上的状态比喻成一场豪赌，他用同花顺，然后无论我怎么出牌，反正我手上就是没有你那张牌，其实就是心酸。就是虐。你觉得在爱情里，如果要赢是什么状态叫做赢？你人也归我，然后什么都归我，这样吗？我觉得也不是，我觉得是体验吧。就是我如果遇见就是很喜欢的人的话，我应该还是会去，愿意付出很多的。体验过了，然后你在这段感情里面，你该做的都做了，该付出的都付出了，然后你没有遗憾。就我觉得就是赢了。可能我就是觉得享受这个过程比较好，两个人之间所有美好的回忆啊，都是属于自己的。你唱前面的时候，我躲在哪里不出来？你要躲在我后面吗？也可以，我在阴影里面。我觉得《同花顺》这个歌需要很多的细水长流的很多细节的部分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歌还是挺适合我们两个一起来演绎的。天生好水，敬天赐好声。那些的心爱紧握挂，你不会剪去了长发。闪动如蝴蝶在双颊，那是眼泪吗？那细的心爱紧无挂，
你不会嘴边无火花，静静观察人世浮华，心已麻。假如说钢铁磨成针，只要愿意等，只要肯爱得深，是不是就有这可能？有可能打动这铁石心肠的人。可惜，就算梦能成真，有谁猜得准能分到多少福分？生命的童话顺，底牌没有你，我也认。假如说温柔是谎话，你不会颠覆这想法。你睁着眼耳都不眨，是眼泪吗？假如你真的放得下，你则会一言也不发，漂泊天涯，苦苦挣扎，心已麻。假如说钢铁磨成针，只要愿意等，只要肯爱得深，是不是就有这可能？有可能打动这铁石心肠的人。可惜，就算梦能成真，有谁猜得准能分到多少福分？生命的童话顺，底牌没有你，我也假如说钢铁磨成针，只要愿意等，只要肯爱得深，是不是就有这可能？有可能打动这铁石心肠的人。就算梦能够成真，有谁猜得准能分到多少福分？生命的童话顺，底牌没有你。那洗礼醒来寂寞话，漂泊天涯，苦苦挣扎。心已麻。顶级唱将。好啊，好啊，好啊，好啊！二位今天这个合作，对于他们心里来说都是完成了一个心愿啊。因为据我所知，两位都非常希望跟彼此、跟对方合作。终于实现这个愿望。嗯，我一直都觉得碧晨的情歌就是永远不会让人失望。我非常喜欢听他唱歌，但是跟他唱又觉得有一点恐怖，因为他唱得太好了。我一直觉得他的嗓音就是破碎里面又透着光，辨识度超高之余又很疗愈人心。真是这节目越来越卷了，不光卷唱歌，还卷讲话，发自内心的就哎呦讲出来，哎呦，对。因为我真的特别喜欢拉拉，就以前的那些所有的歌我都非常喜欢。他唱歌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他有很多的故事感跟细节。对我来说，是我听完他唱歌，我就很想了解这个女生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她经历过什么，
然后他是怎么看这个世界的，然后他的歌跟他的词，对。然后我第一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是他给我写的，很喜欢那首歌叫《一半一半》，但是我们从来都不认识彼此，我们是这次才加上的微信。哦，对。他还有一件事，我觉得他两肋插刀。哦，怎么讲？发生什么事？我们彩排的时候，我们就穿正装嘛，鞋子也穿上了。他一看到我，他什么都没说，他说帮我换另外一双粉红色的高跟鞋。他换了一双比较矮的，他配合我的身高，哎，哇，真是的哈。就是我们还得有那种同理同知的那种感觉，对，所以我就换了。我今天很荣幸哈，能够欣赏到2位华语乐坛顶级的女歌手的合作。我觉得在情感的处理上非常的细腻，很到位。我跟王源2个听了都傻了。对，一直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你们在唱这歌的时候进入的心流，就是我也跟你们进去了。然后甚至我觉得你们唱完的时候都过一会才出来，我觉得太好了。对，我就顺着小刚老师说的，我补充2句吧。就是当嘉莹老师开口第一句，我跟小刚老师对视一眼，哇！然后碧晨姐唱第一句，我们俩是哇！然后最后副歌合唱，我们又是哇！顶级音色，顶级唱功，顶级舞台。对，我就是补充。我是觉得刚刚那首歌，整个我在跟随他们的呼吸。而且我会觉得他们唱这个歌有一些轻重处理的一些动态语感也有一些相似，所以我会觉得这首歌里面他们用了同样的一种情感表达方式，然后在这首歌里面就特别的契合，真的很棒的一个舞台。谢谢。我想跟碧晨探讨一下啊，就是我在听这首歌，包括我听你最近的一些作品，我感觉你在唱的时候的咬字跟以前相比，要相对来说像内收一点。我个人会感觉这种感觉有点跳，但是这个感觉非常的私人，就是并不代表标准或者是什么。咬字是我最近一直在研究的一个东西，我在前后的调，每一首歌都不太一样。对，我只是稍微有一点好奇，我想听一下无伴奏人声。好，稍后请准备。假如说钢铁磨成针，只要愿意等，只要肯爱得深，是不是就有这可能？有可能打动这铁石心肠的人。可惜，就算梦能成真，有谁猜得准能分到多少福分？生命的童话顺。底牌没有你，我也认。哇，从演唱的角度上来讲的话，这首歌的难度和它的跨度是非常大的。我觉得2位唱的都非常棒，谢谢。现在要邀请我们5位建音团的老师现场合艺，在碧晨、嘉莹、鹤野和语言这2组音乐合伙人之间选择一首歌成为本轮的待定金曲。这太牛了！我刚自己听着我就觉得这很难唱，但他们所有的细节都超级完美。是。再站着了吧。透心凉，心飞扬，活出你的爽，雪碧酷爽时刻。刷新自己，要爽就爽透。下面我们有请声音鉴赏团代表公布合议结果。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本轮的待定金曲为《同花顺》，张碧晨、徐佳莹。恭喜碧晨，恭喜佳莹，然后谢谢鹤野，谢谢玉言，落座。让我们掌声有请刘宇宁、张含韵，加油！ 你今天好美呀！谢谢你今天也很美啊，而且
我发现你跟我们的厨房特别的搭。我是专门为了搭配我们的老板演戏套装G2，不仅呢颜值高，它搭载的食神大模型像乐队指挥一样，煎炸炒炖蒸烤菜全都跟着节奏走，让下厨也变得和唱歌一样简单松弛。又美又实用。回头我也给家里换上老板盐系厨房G2。咱俩是第一次合作，对，很开心认识你，很开心，很开心。对，这次是第3个舞台，然后前几次跟米卡，然后第2次是跟小唐。其实我一开始从来没有刻意去看过播放量，然后突然有一天我一看啊，好像有的比我自己的歌点赞量高很多，对，然后就特别的开心。这一次我们选的歌叫《在你的身边》嘛，也是盛哲2017年发布的一首歌。从歌词的角度，可能感觉这首歌是一个情歌嘛，但是我觉得他讲的那种感觉，就是不仅仅是爱情上的，他其实也有亲情啊，然后对宠物的感情啊，然后友情啊，反正它是多方面的。我们的感情更丰富了，我们的爱更广阔了。这首歌放在那里，你就能感受到满满的积极的、温暖的力量。这首歌讲的是一个陪伴和成长的一个故事。那你生活当中，或者是这个人生当中，什么是最能够陪伴你的？自己陪伴自己。可能就是咱们这一代独生子女，然后比较早出去工作，一定会有一个现实，就是你会明白，你要适应孤独，而且我们又那么忙，也不长时间在爸妈和朋友的身边，对，要懂得自己陪伴自己，就因为你会发现，当各自有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朋友也不能随时出现在你身边，父母亦是，到最后能陪伴我们的只有我们美好的回忆和你自己。你嘞？我呀，我就从工作角度来说的话，那可能就是我的这些歌迷朋友吧。因为我是先有了这些歌迷朋友，然后我才有机会去接一些工作嘛。我出道的时候也是大家投票投出来的。对，挺好的。我以前其实，在最开始出道的时候，其实是唱这些短视频平台比较火的歌。我在没有成为歌手之前，在场所有的歌手都是我的偶像。当有一刻我可以站在舞台上唱歌的那一刻，依旧会感恩这些歌迷朋友吧。所以想说，我希望它是一个能够陪伴你的歌曲，让你听得很舒服、很治愈的一首歌。安静的又说分开，没有依赖，却是太多依赖。寂寞的广场中央，是谁的对白，追赶我的空白。爱就爱了，不怕没来过，恨就恨了，我从没想过。是怕多念一个人太深刻，爱就爱了，不怕没来过，恨就恨了，我从没想过。到过的地方，熟悉曾经的模样，我以为忘了想念，而面对夕阳，希望你回到今天。双手之间，安静地看你的眼，像秋天落叶，温柔整个世界。我想在你的身边。
忘了这路有多长，想和你去看季节慢慢变换。又来到这座广场，听风碎落叶，已是最后一片。爱就爱了，不怕没来过，恨就恨了，我从没想过。只怕读念一个人太深刻。爱就爱了，不怕没来过，恨就恨了，我从没想过。到过的地方，熟悉曾经的模样，我以为忘了想念，而面对夕阳，希望你回到今天，希望你回到今天。我记得碰你的脸，在双手之间，安静地看你的眼，像秋天落叶温柔整个世界。我想在你的身边，我想在你的身边，我想在你的身边。就让那往事随风，让它带走伤，带走痛，带回那日暮的梦，花开落。云会走，铺满天，而你笑着，在我的身边。我以为忘了闪电，而面对夕阳，希望你回到今天。我记得碰你的脸，在双手之间，安静地看你的眼，像秋天落叶温柔整个世界。我想在你的身边，我想在你的身边，我想在你的身边，我想在你的身边。哇，在这首歌的最后的部分，有一句歌词重复了3遍哈，我想在你的身边，我想在你的身边。哎，因为刘宇宁身边经常换人哈，在我们这个天赐的舞台上。是。好了，我们来回顾一下啊，宇宁啊，第一次登上咱们舞台合作的是张碧晨嘛，张碧晨，第一个就是碧晨。是。那第2期是？第2期小唐嘛。啊，第3期是？第3期谭维维老师嘛。谭维维，哎。第4期是亮颖嘛，张靓颖。第5期张含韵。是，全是优秀的、漂亮的女歌手。是我的荣幸。接下来就到这个问题了，你希望谁在你的身边？等会儿就轮到我们出场了，开嗓了吗？给你个秘密武器。哦，百岁山。哎，我看休息室摆了好多啊，大家都喝这个。没错，因为呢，百岁山是符合 GB8537国家标准的天然矿泉水。知道为什么歌手上场前都喝它吗？听说它有很多对我们身体有益的物质。没错哈，它呢含有偏硅酸等多种人体所需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喝着就像是给声带做了一个 SPA。这可是我们开嗓的小秘密，能让声音变得更透亮动听。水中贵族可不是白叫的。干杯！该我们上场了，来加油！加油！接下来就到这个问题了，你希望谁在你的身边？我还。
简直就是男人的送命题。没关系，就是我这人就是比较勇敢，敢于送命。哦。我觉得每一位跟我合作的老师都给了我很多的空间，以及我在他们身上都能学到不同的东西。对，如果说真的要说在舞台上选一位说还想合作的话，那一定就是预言了，对不对？因为没合作的，对，因为他还没有合作过嘛，其他的老师都合作过了。啊，对对对，是的，是的。来，我之前我也有听过这个歌，我觉得他们俩这次唱的跟原来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然后这个版本我非常喜欢，然后我听着就是有一种如沐春风，想象一个春日和煦的一个草原，我在上面哎笑着，然后在那跑的一种感觉，然后听着特别的好，而且他们俩的声音我觉得很搭，就是搭起来非常的和谐，然后后面的和声也配合的特别好，啊，很喜欢。好，谢谢。谢谢。刘宇宁哥哥呢，他是属于那种风吹过的时候吹动树叶的沙沙声，很有故事感。然后韩韵姐姐呢，她是属于那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个芒果干里面有辣椒粉的感觉，酸叶。对哦，对，那个应该是特产，是不是？对，我在听的时候感觉这首歌有2种完全不一样的人物性格去诠释这首歌，尤其是唱到那个我以为我忘了想念，就有一种开着列车，然后窗户外面经历了4季的感觉，感觉来时的路都是值得的。谢谢预言，我终于不是只有甜的啦，我很喜欢。这首歌是我今天晚上迄今为止我个人最感动的歌曲。对，因为其实今年是我跟小宁认识的第10年。是。然后其实当时也很有幸是有见证他歌手生涯的开始，包括他第一首正式发行录音室作品有参与他的企划。当时刘宇宁唱歌非常的锋芒尽露，就每首歌都要唱到 high C， 就是每首歌都要上到你的心。可是我今天听他唱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前面在第一遍主歌副歌之后，后面的2/3的长度，主角都是张含韵，刘宇宁就藏在身后，在他的身边做一些很强有力的支撑。我知道刘宇宁能唱得更高，可是他还是选了一个让大家更稳定的一个音区。所以我觉得现在刘宇宁是一个有强大内核的一个歌手。从小宁到宁哥，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好感动，我好感动。谢谢小英。小英之前在网上说那个，之前你是资本剥削过我，对不对？当然我真的没有，我在这儿可以跟大家声明，我真的没有恨过你，因为我知道公是公，私是私。所以呢，今天我在舞台上邀请你，如果您有时间，后面你帮我做一张EP，好不好？谢谢您了。韩韵老师，文老师，我们都是老熟人了，对吧？就是其实是彼此有关注过对方在抖音上的一些片段，今天是头一次碰面。哦，他有没有蛐过你？没有。哦我一直都跟很多学生说，我说有一些歌手啊，他们唱得非常好，非常绚丽，但是并不适合零基础的孩子们去学习。我推荐大家，特别是女生，如果你在一开始想做到一种很自然的发声方式，一定要去听一个人唱歌。来，这个人的名字就是谁？张含韵，就是你。继续加油，我会让更多人重新认识你。谢谢文老师。好，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刘宇宁，送给张含韵，谢谢2位。接下来我们即将邀请的是最后一组音乐合伙人，让我们有请张靓颖、张新成，加油！一首好歌，一口美味，老板研戏厨房，享受松弛一刻，慢下来，遇见新灵感。来聊聊这次的创作吧。这次是跟我们张新成合作的一首《我们的明天》嘛？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因为我觉得，马上就是到毕业季了，然后我觉得这首歌也会让人想到，就是我们平时的生活啊、工作太忙碌了，能不能多想一想身边
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系的朋友啊，有一段时间没有关心的重要的人啊，所以我觉得它会是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很应景的一首歌。我看着没剩多少时间能许愿，好像过一天我们的明天。本身歌叫我们的明天嘛，其实我觉得就是对明天充满了希望，但是对当下其实又舍不得。如果作为毕业的人听到的话，肯定会特别有感触。Hello， 冉一姐。我们这次唱的这首《我们的明天》是电影那个《重返20岁》的 OST 嘛。然后那姐，你回到20岁，你有什么？我如果回到20岁的话，我希望成长的晚一点。啊？20岁的我除了去学校，就是酒吧唱歌。哦，那个时候就开始，就是爱好对吧？主要是。不，就是挣钱，跟爱好没有关系。你知道我家就是一直不仅离学校远，离我唱歌的酒吧也远，所以我基本上只唱开场，就是觉得赶上末班公交车的话能节约蛮多钱的。但是有的时候白天呢时间多，会选择走路去。但我从我家要走到酒吧过去的话，大概3个半小时。可能那个时候对我来讲，唱歌不是一个稳定的工作，它可能顶多就是一个兼职。我现在可以靠唱歌补贴家用，就特别有成就感了。哎呀，觉得我家庭地位有提升了，能赚钱，我还觉得挺为自己骄傲的。我这个人就是不喜欢后悔，不喜欢把所有的事情再来一遍，因为我不觉得我现在的人生需要更好。就是我20岁是在上大学，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每天都过得挺充实、挺开心的。我那时候参加社团活动很多，然后那时候参加校园歌手大赛，我们又学音乐剧，然后我又去搞主持。其实我从上大学第一天就比较珍惜在学校的时光，我觉得人生就这么一个4年，再回去一遍，我当然开心，那就是再体验一遍，对，然后可能玩点不太一样的东西吧。之前我不知道你是音乐剧的这一个方向，我还蛮惊喜的，因为我也很喜欢音乐剧啊，是吗？对，其实我听到这首歌，我觉得它如果有一个固定的场景，一般来说在图书馆里，大家一块约着看书，可能回到了曾经熟悉的地方，但是已经物是人非了，啊，是不是加上这种会让它更就是饱满一点这个故事？行，2个人都怀念的时空，然后在那里就是一个20年后的自己，一个20年前的那个场景。我觉得我俩的关系是，他坐在这儿的时候，他能看见我，我看不见他；但是我在这儿的时候，是我能看见他，他看不见我。我听说他之前有音乐剧的表演的经历，然后这一次我稍微放心大胆的去做了一些走位表演，带着一些情景。希望我能够不拖亮姐的后腿吧。对，能够好好的跟他一起完成这次的歌唱作品。一个人走到终点，不小心回到起点，一个新的世界，此刻我才发现，时间没有绝对，直到有另一个人能体会我的感觉，不用说，不用问，就明白，就了解，每一刻都像永远。
们的语言。直到有另一个人能体会我的感觉，不用说不用问，就明白就了解，每一刻都像永远。我看着没剩多少时间能许愿，好想多一天我们的明天。我问着还有多少时间在眼前，以为多一天能实现我们的语言。其实有个传说，能将时光倒流，因为有一个梦告诉我，爱从不曾保留，才勇敢了我。我看着没剩多少时间能许愿，好想多一天我们的明天。以为多一天能实现我们的语言。累积成永恒的纪念。谢谢。星辰这一季第一次来到天赐的舞台哈，然后上来就跟亮颖合作。其实梦寐以求跟亮颖姐合作，哎呦，对对对梦寐以求，想了好久好久了。对对对，因为以前真的是也是歌迷，然后呢，我觉得亮颖姐就是什么类型都能来，就是唱功特别强，然后呢特别有 power， 然后呢，但是我同时我也很喜欢听她唱 R&B， 我昨天还跟她说了，我说我喜欢她的唱 R&B 的那些作品。我之前看过他演的戏，因为确实是我是因为这一次合作我才了解到，他也是学音乐剧的，然后多期发展，对。我们也看到了哈，在这个舞台上有这个舞美这个场景，这个就非常音乐剧了，因为在音乐剧里面才会有这样的场景的配置，帮你去了解整个剧情。所以二位在演绎这首歌的时候，他在表达一个怎样的故事呢？我们假定这个是一个穿越的故事，两个20年没有见面的情侣，然后呢回到20年前，再遇到这一个人。当他在这个场景里的时候，他能看见我，我看不见他；当我在这个场景里的时候，我能看见他，他看不见我。两个可能时空一直想要交错，但是一直就很难碰到在一起。对，就是有一个遗憾和那个擦肩而过的一个感觉。其实大家经常会讲说，如果我的生命当中重来一次，然后我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我从来都不想重来一次。也许我已经在过另一段人生了，因为按照我20年前的自我感觉，我肯定不是这样的人生。所以真的谢谢这20年有这么多人听我唱歌，谢谢你们。谢谢20年的陪伴，谢谢大家。星辰呢？20年前我9岁，9岁，所以聊聊你重返20岁。20岁是吧？对，20岁我也在赚钱。哦，对，当时，因为我上了大学之后，然后教一些比如说马上要考大学的人，教他们怎么去应对考试。大家知道吗？星辰他绝对是一个妥妥的学霸。第几名来着？第1、第2、第3。哎呀，没有，我一直不这么觉得。第一我都知道是第一，真的是。他是大我2届的大你2届。对，对，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但是他总在我觉得
惊异的时候，哎，转调了。就一直在转，就是音域很宽，然后这首歌很难唱，我都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记这个选段的，咔哎转，咔哎转，然后又得跟那个和声，我这个记不住，真记不住，太难了。所以我一大早发你就怕你记不住，真的好难。这个确实，我觉得亮颖姐太厉害了，就是我的和声她都跟我唱完了，她录给我了。对，因为我怕他不好，时间太短了不好背，所以我刚好之前出差的时候我就找了个录音棚，我就把他的部分也唱下来，我的部分也唱下来，让他可以提前听到。就想到所有的细节。其实因为这首歌我们俩定他的 key 和定我的 key 其实都是不太舒服的，所以在第一段的时候我俩其实它是一个关系调的转换，但是呢他其实担任的部分会更难一点，因为他每一段的和声唱的音区和旋律都是不一样的。它是小小的递进，感觉表面上我的旋律变化不大，然后他在下面使按键儿都是那种小层次在背后，但那个对他来讲是特别复杂的一个变化吧，比较多，比较难背。因为亮颖，我跟他一路以来这是5期了嘛，其实他每一期都会把自己的歌弄得好难，然后和声什么的。但是唯独跟我那一期，我可能就占了个便宜，我们那个就相对简单一些。但是就刚才这个整个一个这个和声设计当中，我觉得对张新成来说真的是很难为他，但是他完成的非常的好，对，真的不错，真的不错，新成，真的谢谢，我都觉得我不行，谢谢哪个，谢谢哪个同学。我原来看了一个电影啊，讲那个叫《悲惨世界》啊。对，然后我看完了以后，我会回想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我们中国要拍这样的一个歌舞片的一个电影，要找哪个演员来演这个角色，他能兼顾到演还能到唱，那我觉得是不太多的。那今天我觉得新成就是未来导演可以考虑的非常好的一个男主角的一个人选。谢谢老师。不管是从唱、形象、表演，它都是非常好的。而且这首歌其实你承担的责任可能比小张还要多，因为你那个和声一旦是不准，就是个大车祸。但你今天做的非常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真的非常好，继续努力，谢谢。然后小张，说实话，今年是我看到你最松弛的一年，最享受的一年。对，其实你是很了解我的，包括最早跟崔迪老师一块儿在棚里，我们很容易看日出，动不动就在棚里一整天。从我白天睁开眼睛之后，我就去棚里，我但凡在北京，我就在他家，或者在棚里。对。所以我一直在尝试找一个轻松的状态，但是我又停不下来。但我觉得现在真的是你看到了，我其实已经在放松一点。对，有很大的变化。我觉得就是今年让我看到了一个更享受舞台的你。谢谢。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要把难题交给我们的声音鉴赏团，在2组音乐人之间本轮选出一首成为待定金曲，有请。我赌他俩。透心凉，心飞扬，活出你的爽，雪碧酷爽时刻。刷新自己，要爽就爽透。下面我们有请声音鉴赏团代表公布合议结果。经声音鉴赏团合议一致决定，本轮待定金曲为张靓颖、张新成《我们的明天》。恭喜靓颖，恭喜新成，谢谢。两位刚刚的演唱真的是太爽了哈！那第2次看到彼此的舞台，有没有觉得对方更加突破呢？有，其实因为我和新成也是老朋友了，那这次在天赐的声音看到他那么的投入，其实我也很感慨。这个舞台就是给我们有机会去展现自己嘛。其实我看到韩愈在舞台上的表现，我觉得他就是一直在不断的突破自己。哎，是刷新，对，刷新。没错，他一直在不断的刷新自己。因为我觉得真正的经典就是可以不断的刷新，不断演绎出新的内涵。我觉得这样的经典才够爽。要爽就爽透哦。说了那么多，不如让我们来瓶雪碧，一起爽上加爽，酷爽舞台一起加油。马上，让我们有请盲盒歌手。
年前，我牵了你的手，从此后我们风雨同路走。下雨了，我为你撑伞；衣服破了，你帮我缝上。一转眼就过了许多年，我的脸布满了沧桑，你的眼被皱纹写满，你的美依然在我心田。搀扶你的手到永久，相约今生会一起走。今生我们还没爱够，死后也要葬在一个山头。搀扶，管它天不长地不久，别哭，因为要我把你守。有一天我们走不动了，另外一个时空再相守。声挺大，确实，大家好，我叫马建涛，我来自于河南省兰考县，焦裕禄曾经奋斗过的地方。我是一名音乐人，我在音乐行业已经深耕了有26年。然后自己也有一些代表作品，比如搀扶、童年老家、人间疾苦等。谢谢大家。那你这些歌都是自己写的吗？还是找人写的？自己写的，都自己写的。对，搀扶这首歌的灵感是这样的，因为我在2024年结束了我长达16年的婚姻，然后在那个时间，我的身体发生了很大的问题，然后我去医院体检的时候，我看见一对老者，他们相互搀扶着，他们年龄大概有70多、80岁，在医院搀扶着，那个场景，我在后面看到他们的背影，我很羡慕又很感动。真的，他们能够走到年龄这么大了，还能牵着手，很恩爱的一起去看病，这是我特别向往的事情。这种搀扶让我瞬间就有一种感觉，我一定要写一首歌，来呼吁大家都能珍惜你身边的那一个人，珍惜你现在你眼前满眼都是你的这一个人，也希望他们都可以搀扶到老。那么搀扶这一首歌呢，其实我更想照顾的是咱们中老年受众。近10年当中，我们国内几乎没有一首歌去为我们老年的爱情、情感去写，没有人去照顾。那么我就想填补这个空缺。这样的歌曲出现在音综里面是很有勇气的，因为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所追求的音综里面的歌曲都是洋气、律动这样的东西。我们从直观的感受来讲，大家会觉得它土。但是我今天就想为这个土歌说2句。我们中国有3亿老年人，每5个人里面就有1个是60岁以上的老人。你知道，我妈妈看天赐的时候，我说妈你喜欢哪首歌？我妈就，她很难说，因为在她所经历的所有的年代里面，是没有我们天赐里面听到的任何一首歌的。其实这是一个很现实的状况，就是没有音乐综艺真的为老年人做歌。我们能改变我们的父母，改变70岁的人他们的音乐品味吗？我觉得没必要。我讲应该是对我个人吧，或者是对我们这个群体，对一直在这个领域做音乐的音乐人的一个感谢。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听到音乐，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年纪。好，谢谢老师，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很大的勇气，谢谢你。我觉得生命有很多东西需要坚持，我觉得你也很努力，
希望谢谢你能够继续坚持下去，也希望你的家庭能够美满幸福。谢谢小高老师，谢谢你。谢谢马建涛来到天赐的声音6的舞台，谢谢你，也希望后面有机会可以跟我们的音乐合伙人合作哈。可以啊，非常期待。好，下次再见喽。谢谢谢谢。接下来我们要邀请6组音乐合伙人来到舞台，共同见证本期天赐的声音推荐金曲的诞生。有请各位。多阳光鲜虫草甄选时刻，本期金曲到底花落谁家呢？有请我们剑鹰团舞老师现场合影，给出结果。准备吗？宣布就是你们的同花顺。我觉得有点难，今天。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本期的推荐金曲为徐佳莹、张碧晨《同花顺》。恭喜张碧晨、徐佳莹《同花顺》胜出。此刻我们一起来到多阳光鲜虫草甄选时刻，恭喜！本期我们已经达成了100分的能量积累，成功解锁本期的公益拼图。现在有请金曲获得者为我们来点亮这块公益拼图，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天赐的声音和多阳光鲜虫草官方账号，以及去多阳光鲜虫草门店线下打卡了解详情，积极助力，每一份天赐先生都是一份滋养，一起期待梦想绽放的那一刻。恭喜2位！谢谢我们剑鹰团，也要谢谢我们现场每一位还是电机前喜欢音乐的你。让我们下一期继续不见不散。欢迎王铮亮，各位老友、亲友们，你们好。黄舒骏老师，房东的猫，海拉木，大家好。哎呀，阿木老师就是这样，碧晨看好了啊，就是有这种感觉啊，看我深深的明亮，就是他一边唱，就一边告诉张姐，走好了啊。去审判我吧，这条路早被定下。无谓的财务家，煎熬着还要挣扎，只想给自己回答。痛苦是惩罚，却还在某个刹那触碰未知，唤醒那沉睡的神话，渴望着回答。火焰伴随着我，就不再害怕。等命运此刻爆发，做潘多拉，潘多拉，用一切代价，为潘多拉，潘多拉，释放被束缚的想象，追求信仰中的真相。梦想是深藏黑暗中的光，带我飞向远方。带我飞向远方，带我飞向远方。等命运此刻爆发，做潘多拉，潘多拉，用一切代价。等命运此刻爆发，做潘多拉，潘多拉，用一切。潘多拉，释放被束缚的想象，追求信仰中的真相。梦想是深藏黑暗中的光，带我飞向远方。